我妈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赶海，别人闲心的破贝壳、烂渔网、死珊瑚，她全当宝贝往家里捡。我7岁那年，她捡回来一颗泛蓝光的珠子，我一没留神当糖豆吞了。那天夜里，我烧得迷迷糊糊，醒来以后，我发现自己摸过的贝壳，过不了几天就能开出圆润的海珠。13岁以后，我拿着压岁钱去码头收破贝壳，那些论大袋卖的旧壳子，到了我手里，全成了极品海珠。我卖珠子，买海域，开公司，19岁不到，身家早已过亿。这件事我谁都没说，那时候的我还以为自己瞒得很好。毕业那天，我揣着这个秘密回家，我一路都在想，今天也该跟爸妈交个底了。杨秀兰，赶紧把字签了！这个家除了你那堆破烂玩意儿，别的你1分都别想带走。爸，你们吵啥？还有你凭啥让我妈净身出户？盛楠，你个丫头片子，懂个屁！行了行了，都消消气儿。建国，秀莲跟你过了半辈子，都好商量，别把话说这么绝。三叔，您是村长，咱村哪户人家您都熟，您看看谁家跟我家一样，他天天往家里捡那些新稠东西，把这房子弄得跟码头仓库一样。我忍他10几年了，我把话撂这儿，房子归我，船行的股份归我，赵秀莲名下1分都别想留。建国哥，别跟孩子发火嘛。盛楠妹妹也是心疼赵姐，我妈还没离婚，你算什么？你看他，我只是好心，他怎么能这么说我？这事儿咱们慢慢谈，该是你的1分不能少。房子、船子、存折、股份，我一样都不要。妈，船行最难的时候，是我妈凌晨3点去码头卸货，冬天蹲在滩涂上捡贝卖钱，1分1毛替她把外债还清的。现在你有了点钱，带着她进门，凭啥我妈要净身出户？哈哈哈哈，都听见了啊！这可是他自个儿说的，房子不要，车子不要，钱也不要，你别以后又回来求我。我就要一样东西，西滩那个废码头归我。这是赶海赶傻了吧？好好的房子不要，要个破码头？那地方除了烂船板、臭海泥，还能有啥？秀莲，快别犯傻了，那破地方能值几个钱？赵姐喜欢赶海，那个地方倒是挺适合她，以后想捡多少贝壳都没人跟她抢了。行了，从今天起，你跟我陈家没关系了，带着你那堆破烂滚！盛楠，以后要是过不下去了，可以回来求你爸。王艳丽，你最好记住今天。还有你，陈建国，你一定会后悔签这份协议。你吓唬谁呢？妈，你到底为什么？你跟他吃了那么多年苦，凭什么什么都不要？那个破码头有什么好？走吧，妈带你去西滩。现在，有些东西也该让你知道了。妈，你为了他，放弃了房子和存款。妈，你到底要给我看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就一点一点攒的。你爸嫌这些东西新，嫌他们占地方，我就都搬到这儿来了。后来我找人看过，说有些珠子很值钱，我就更不敢放家里了。这些你怎么会有？赶海的人都知道哪片海好，别人嫌这里破，嫌这里偏，我不嫌。我那时候也没想过发财，就是想着万一哪天你爸不要我们了，我们总还有个地方能落脚。妈，对不起，好好的道什么歉？我刚才不该凶你凶妈是因为心疼妈，妈知道。盛楠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觉得妈你刚才说的对。我说什么了？有些账不急着当场算，慢慢算才有意思。那就慢慢算。从今晚开始算。仓库后面有人。
陈小姐，这个男人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，但他的袖口材质很特殊，里面藏着一枚微型定位芯片。还能用吗？已经被海水泡坏了，不过我们在芯片残片上提取到一串编号 GCH， 顾长海，顾家船行3个月前刚公开亮相的少东家。
陈小姐，顾长海不能留在你身边，否则你和你母亲都会后悔。西滩码头的秘密我们也知道。刚从海里捞起来的人不能喝凉的。谢谢阿姨。哎，慢点喝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查来源。是个虚拟号，正在追。陈建国那边已经乱套，他今晚连着找了7、8个供货商，全被要求先结账。盯着。威胁短信。顾先生消息挺灵，这27天，顾家收过不少类似的东西，也提到西滩。没有，但长海失踪前最后查到的确实指向西滩。现在有人直接提西滩码头，说明对方不是临时起意。顾先生，我有个问题，你们顾家丢了继承人，为什么不报警，大张旗鼓的找？因为我们不确定想让他回不来的人在不在顾家里头。那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？你当然不用完全信我，但至少现在诚心信你，我不会违背他的意思。姐姐，你又不见了。我就在门口。建国水池。你记得这个名字？火丹、西滩、冷柜。别想了。有人换了封条，船上不对，我拍了东西。拍的东西在哪儿？袖口，我把东西藏在袖口里。别动。长海那枚袖扣，顾家里头有3个人知道。要是里面真的有东西，那这3个人里至少有1个是内鬼，包括你吗？包括我。那就更不能交给顾家了。顾先生，想查清楚真相，就按我的规矩来。第一，顾长海暂时留在我身边；第二，袖扣归我保管；第三，建国弄产这条线我来查。陈小姐，你知道这会牵扯多深吗？他们都盯到我妈头上了，我还怕牵扯深？陈小姐，陈建功刚刚放出话来。珠宝拍卖会？对，而且他还特意打听了一件压轴的牌品，叫月朝珠。陈小姐，月朝珠的继美人登记的是赵秀莲女士，但去申请调货的人是陈建国。我妈？可她怎么可能？她一直跟我在一块儿呢。盛楠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晚上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拍卖会。拍卖会？我去那种地方干什么？去拿回你的东西。我的东西？我也去。你去干什么？保护姐姐。你现在站久了都晕。那我坐着保护。带上吧，这孩子一个人留这儿也不安心。哟，赵姐还真来了。赵秀莲，这地方不是你该来的，别以为捡了几颗破珠子就真把自己当珠宝商了。王经理，我是建国水反的陈总，今晚月朝珠的事儿。陈小姐，您来了。盛楠？什么陈小姐？她一个刚毕业的小丫头，装什么大人物？陈先生，今晚注意你的海珠专派压轴的那些顶级珠子，全是陈小姐供的货。盛楠，他说的是真的？妈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那就短说。假的，肯定是假的。沈盛楠才多大？他刚高中毕业，他怎么可能是给盛华供珠子的人？陈先生，陈小姐的身份不需要向你证明。那你们就是串通好的，为了骗我。骗你什么？骗你那家快断气的水产公司。盛楠，你爸也是太震惊了。你看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。一家人？刚才在门口嘲笑我妈领桶赶海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是你爸，月朝珠的事儿，咱们私下说，你别在这里给我难堪。现在知道难堪了，你逼我妈净身出户的事的事，你骂简破壁觉得难堪，刁难满身海腥味，只配件脚背朝珠，就你公司什么不觉得难堪？伪造授权，他前期东西就不进公司，事情是资金链出问题。盛楠，话不乱说，建国哥只是觉得月朝珠闲置可惜。闲置可惜，那是我妈的东西，她愿意放着是念想，她愿意卖才叫拍卖，别人不打招呼就动她，叫偷。陈小姐，月朝珠还在库房里，没有完成调货，那份伪造的材料我们已经封存。很好，报警备案，走法律程序。盛庆南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又凶姐姐。顾少，我不是。你坏。妈，走，今晚你坐第一排。盛楠，我……妈，
你以前总坐在海边等潮退，今天也该让别人等你。你干什么？离姐姐近点。坐好。接下来是今晚压轴拍品。 天然银蓝海水珍珠项链月潮珠，本件拍品为天然海水珍珠，颗颗正圆，光泽强，伴有罕见银蓝晕彩，经3家权贵机构鉴定，品质极佳，起拍价800万。800万，别急。850万，900万，1000万，1300万，1300万，1300万，3000万。 4000万，我拍下后，愿当场转赠赵秀莲女士。赵女士，海珠有灵，应该回到真正珍惜她的人手里。4000万一次，4000万2次，等等，我出4100万。建国哥，你疯了？我们哪有这么多钱？这珠子本来就该是我的，只要我拍下来，它就是我的。王经理，既然陈先生这么喜欢月潮珠，就让他看清楚一点。 顺便把寄拍人是谁也说。月潮珠的合法持有人是赵秀莲女士。陈建国先生提交的调查人情形涉嫌伪造授权，已经移交了程序。按拍卖规矩，请先验一下您的保证金和付款能力，足额保证金，您这一口价无效。4000万成交。妈，开心吗？我不是贱，陈小姐，不是有人觉得好，顾家的内幕是他本来就很好。都你也是。阿姨，不哭，坏人输了。 正南，我知道你现在厉害了，你手里有好珠子，有钱有门路，我们惹不起你。可建国哥毕竟是你爸呀，你不能因为赵姐跟他离婚就联合外人逼死他吧？盛楠就看不起你爸了。我公司突然断货，银行突然查账，供货商突然翻脸，是不是都是你干的？家人们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只是想给孩子的一个家，可现在。 建国哥的前妻和女儿不肯放过我们，他们有钱有势，我们普通人真的都……王艳丽，你胡说！赵姐，我没有怪你，你刚离婚，心里有怨气，我理解。可孩子是无辜的。赵秀兰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让郑胜男停手。我公司要是完了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你公司完了，是因为你账目有问题，货单有问题，贷款也有问题，跟我妈有什么关系？大家听听，他承认了，他就是要搞垮建国哥。王艳丽，你确定要直播？我只是想让大家评评理。好。 那就让大家评，把大屏打开。你要干什么？放。大家看，建国水产的运输方、冷链编号、货柜封条，所有造假记录。这些东西你哪来的？怎么，怕了？这还只是头一份。这个，你想起来了？我查过这个柜子，封条被换过，我拍了照片。照片在哪儿？里面。 袖扣里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什么封条。王艳丽，你刚才说你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家，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直播公司会踢问题货走账？我不知道，都是建国哥公司的事儿，我只是帮他宣传。王艳丽，你什么意思？建国哥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公司做了这些事，你别把我拖下水。那些钱不是你介绍进来的，那个放钱的人不是你说能救公司。我只是好心帮你，谁知道你公司账这么乱？建国水厂牵扯的这些货单，顾家会配合有关部门一起查。顾先生，我真的只是接单。 我不知道背后是谁，那你最好现在就想起来。谁让你开直播的？蠢货！马上离开拍卖会，别让陈胜男拿到袖扣。顾总，这么着急要袖扣啊？你是谁？陈胜男，西滩码头现在的主人。陈胜男，望海镇最近冒出来的那个小珠宝商。看来你听得不够全。年轻人有点本事，容易以为自己能管所有事，但顾家的事不是你能碰的。顾长贵。 叔叔也在啊，既然在，就该把长贵带回来。他失踪这么久，脑子不清楚，还留在外人身边，对顾家影响不好。顾总，你这么急着要他回去，是担心他想起什么，还是担心袖扣里的东西被打开？陈小姐，聪明是好事，但太聪明容易出事。你是在威胁我？提醒。那我也提醒你一句，你找的这位王小姐胆子不大，嘴也不严。刚才你那句话，拍卖厅里所有人都听见了。 直播间里应该也听见了，王经理帮王小姐一把。
盛南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害顾少，我只是帮忙牵个线，拿一点介绍费。是陈建国贪心，是他想翻身。王艳丽，那些钱不是你让我收的吗？你说只要接了这批货，顾总就能给我投资。我让你接你就接，你自己不也想靠顾家发财吗？盛南，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他这么蠢呢？妈，不是你没看出来，是你以前总替他找借口，以后不找了。陈小姐，袖扣能不能交给顾家的人去查？不能，顾长购已经知道袖扣在我手上，现在交给顾家等于送到他眼皮底下。你想怎么做？引他今晚之后，他一定会想办法抢袖扣，毁证据。只要他动，你比我想的更沉得住气。顾先生夸早了，要钓鱼总得有鱼饵。你看我干什么？陈建国，你不是想找投资救公司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顾长贡还不知道你已经没用了，你去联系他，告诉他袖扣不在我手里，在你手里。你疯了！我怎么敢骗？你敢伪造我妈授权，敢拿她的月朝救公，现在知道怕了。那建国农产的问题货单，来路不清的钱，伪造受敲权，我现在全部交上去。另外，顾家也会正式追查你参与问题货中转的责任。我联系他。什么事儿？顾总，袖扣现在在我手里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盛正南以为东西还在他里，其实刚才乱的时候被我拿到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投资，救我的公司，还有，保证我没事儿。贪心的人果然好用。今晚吃一碗吃一坛的老码头，你一个人来。我照你说的做了，你们得保我。顾先生，今晚西滩，我安排人。姐姐，我也去。不行，你身体还没恢复。我记得那里西滩，旧船，有人在船上叫我别回来。姐姐，带我去，我想知道，我忘掉的到底是什么。
贝壳。赵姐还真来了，真来了。赵女士久仰，听说你赶海很有运气，随便捡捡就能捡到几千万的月潮珠。不是随便捡的，退潮的时辰、风向、水色、礁石缝都要看。赵姐，魏总也是夸你，你别这么较真。王艳丽，你账号封了，假货查了，异常流水也交上去了，今天还敢出来BOD？盛楠，我知道你对我有误会，但今天是正式竞标，不是你耍威风的地方。陈小姐，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，不过东郊这种项目不是靠1-2串珍珠就能吃下的，要钱，要渠道，要资质，也要经验。魏家做珠宝30年，不是随便哪个新冒头的小公司能比的。他不是小公司，姐姐比你厉害。那就竞标场上见真章。正有此意。东郊开放竞标区生态半山旅游，这椅子真硬。竞标具有及有限开产发权，竞标正式开始，起拍价8000万，每次加价不少于500万。1亿1亿17000万，1亿3000万，1亿4000万，1亿6000万。盛楠，太贵了吧？妈，别怕，我就是陪他们玩玩。 2亿5000万，不跟了。 2亿5000万成交。盛楠，看来不是所有东西你都买得起。恭喜，魏总真有魄力。陈小姐，做生意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有时候该认输就得认。魏总说的对，不过我建议你先看看后面的附加条款。东郊开放竞标区属于生态修复观察海区，未来3年内不得进行商业采捕，不得新建大规模养殖设施，不得破坏原有礁群结构。如违反，取消开发资格，追缴保证金。什么3年不能采捕？ 不是说下面有珍珠母贝群吗？闭嘴！王艳丽，谁告诉你开放区下面有珍珠母贝群的？珍珠母币群在旁边的礁湾保护区，而那片区域不能竞价，只看生态修复资质和长期合作方案。不可能，这不公平！东郊礁湾保护区合作开发单位经综合评审，确定为望桃海洋生态有限公司。魏总，你花钱买了一片3年不能动的海，我不用竞价。 拿下了真正有价值的礁湾，现在你还觉得我只是小孩子过家家吗？王艳丽，你不是说魏总会救我公司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！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建国哥，你疯了！你自己公司出事，就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？王艳丽，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？你每次产检都不让我赔，你说怕我忙，怕我累，结果呢？我让人查了。 你头一回建档的时间根本对不上，建国哥，我怀着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？是不是赵姐和盛楠逼你的？你为了回去求他们，就要牺牲我和孩子？你少装！呵呵，那个姓魏的会所，你去了多少次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魏总急什么？我还没说你呢。王艳丽说你会救我公司。 结果你拿着他给你的假消息，转头就来抢东郊，现在拍了个不能动的破海域，就想把锅甩给他。陈建国，你闭嘴！吵够了吗？盛盛楠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帮你证明清白啊！我不需要。你当然不需要，因为这些证据证明不了你的清白，只能证明你从头到尾都在骗人。王艳丽，你口口声声说爱陈建国，结果你一边拿他当跳板，一边把他的公司拖进问题货单。你说你想给孩子一个爸是谁？ 都不敢说清楚。魏总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王小姐，我和你只是普通生意上的往来，你个人的私事跟魏家没关系。王艳丽，你也有今天。你有什么资格笑我？要不是你贪，事情会变成这样吗？你不想吞赵秀莲的码头，你不想拿月潮珠救公司，你不想靠魏总翻身。陈建国，你比我干净到哪儿去？够了，秀莲，你们爱怎么咬，跟我没关系。 从你让我带着破贝壳滚的那一刻起，我跟你就没关系了。我那是气话，嫌我捡破贝壳不体面。现在你知道那些贝壳值钱了，又想回头说夫妻一场，陈建国，晚了。关于东郊开放区竞得的事项，请您10分钟后到签约室确认保证金和后续履约安排。郑胜男是你设的局。魏总，话不能乱说，竞标规则公开透明，锤子也是当众落的。 你总不能因为自己没看清条款就怪别人眼神好吧？姐姐，你刚才很厉害。现在才知道。早就知道，但刚才更厉害。顾家那边董事会临时提前了，顾长贵一方正在反咬顾长海精神状态不稳定，还说袖扣证据来源不合法。
交了一份材料，说您非法操控东郊竞标。很好，顾长贵还没死心。开始吧。在讨论长贵之前，我认为应该先确认长海现在的状态。他失踪27天，回来后记忆混乱，行为异常。这几天他一直被陈胜宁扣在身边，不肯回顾家接受全面治疗。我怀疑他现在做出的所有指供都受了外人影响。而且那枚袖扣证据来源不明，陈小姐不是顾家的人，却擅自保管拆写顾家继承人的私人信物，这合不合法也得讨论。确实，证据链要清楚。长海的状态也得评估，不能凭一段视频就下结论。长海的状态也得评估，不能凭一段视频就下结论。陈小姐，你操控舆论，操控拍卖，又操控东郊正标，现在还插手顾家内部的事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真相。说得好听，你名下公司刚拿下东郊郊湾保护区，转头就和家继承人绑在一起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想借长海拿顾家航线给你的海珠生意铺路？不是他绑着我，是我不想离开他。我失忆的时候，只有他救我。我怕顾家，是因为我记得有人害我。现在我想起来了，那个人是顾长贵。长海，你有证据吗？有，而且不止一份。这是什么？昨晚袖扣里那片储存片的备份，为了防止有人说原件被动过手脚，我让人做了3重备份。原始储存片在有关部门，一份备份在顾振海先生手里，最后一份在这枚珍珠里。顾总，我说过，你太晚了。别让他上岸。视频可以剪辑，所以还有货单。这些只能说明有人借了我的名义，我没有亲自。你亲自了。那晚在船上，是你把我引到西滩那艘旧渔船，也是你告诉我，证据在2号码头。我信你，因为你是我堂兄。可你从背后把我推了下去。你胡说！他没胡说。啊！爸，爷爷。这场会我听了半小时，也够了。顾家内部的审计组已经查到二房名下3家公司跟问题货物的资金有关。梁秀芝、顾长贵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说？爸，我别叫我爸。你们害长海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他也是顾家人？爷爷，我只是想证明我不比他差。你想证明自己可以抢项目，可以争业绩，但你不该碰碰底线，更不该害自己人。从现在起，顾长贵暂停顾家一切职务，梁秀芝名下的关联公司全部移交审计，相关证据交给该处理的人。陈胜男，你别得意，魏家不会放过东郊。陈小姐，这次顾家欠你一个人情。胜男，顾家的人情值钱吗？值钱。赵女士要是不嫌弃，顾家愿意给你的珍珠店长期供海运、安保和展销的合作。那合同得写清楚，我不占你们便宜，你们也别占我便宜。当然。赵女士放心，合同我亲自看。姐姐，还叫？习惯了。顾少爷，记忆都恢复了，还装失忆小可怜？不是装，只是记起来以后，我还是想这么叫。小姐，卫记珠宝公开质疑望潮海洋生态资质造假，还说赵女士的海珠来源不明。3天后办一场海珠鉴赏大会，公开打假赶海。妈，有人要公开打假你捡的珍珠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懂不懂海。赵女士、陈小姐，欢迎。我还以为你们不敢来了。我为什么不敢来？毕竟今天是专业鉴赏会，不是讲故事的地方。天然海珠讲究来源、品质、证书，不是说在海边捡到就真是天然极品。魏总，你赶过海吗？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赶过海吗？赵女士，今天讨论的是珠宝专业，不是民俗体验。没赶过海的人说海里没有宝，这不就跟没下过地的人说地里长不出粮食一样吗？赵女士倒是会说，不过珍珠真假不靠嘴。既然赵女士来了，那就请把你那些赶海珠拿出来，我们现场鉴定。宋姐，天然海水珍珠，没有人工染色的痕迹，结构完整，生长纹自然，品质很好。虽然大小不一，但确实是天然海珠。赵女士，这些珍珠是真的，我不否认，但问题是数量。一个普通赶海人几年里捡到1颗2颗，可以说运气。赵女士的数量远超常理。你说我这些东西来路不明，那你敢不敢现场开蚌？什么意思？这些是我昨天退潮后在东郊合法赶海区捡的，有登记，有视频，有定位。你们不是说赶海捡不到好珠子吗？那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开。现场开蚌，真的太刺激了。可以，不过赵女士，
提前准备好的棒可说明不了问题。那就用你们的。会展中心后面那个临时水枪里不是放了你们未展示的活棒吗？你们自己选，我不碰。开。赵女士，看来海也不是每次都给面子。开这个。为什么？它颗口有旧伤，边纹紧，吐水慢。这种棒容易藏珠。赵女士，您这是玩玄学呢？真有，他真看出来了，这不是魏家自己的棒吗？那个也开。赵女士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赶海赶多了，蚌壳会说话。它长得慢，受过伤，吐水不一样，壳纹也不一样。经验也是专业，巧合。魏总，我不懂你们那些资本玩法，我只知道海里的东西，假的真不了，真的也不怕人看。魏家海珠鉴赏大会结束后，舆论风向彻底反转，那些曾经质疑赵秀莲的人全都闭了嘴，而魏家迎来的是一场全方位的雪崩。为了东郊那块3年不能商业财布的海域，如今品牌崩塌，魏家董事会直接将他停职调查。王艳丽的直播账号被封，带货公司解约，卖假海参、刷单、虚假宣传的旧账全被翻了出来。他想再出来卖惨，可这次没人信他了。至于陈建国，公司账户被冻结后，银行和供应商同时上门追债，曾经风光无限的建国水产彻底走到了尽头。我就用我自己的名字。以前别人笑话我赵秀莲捡破烂儿，以后我就让他们知道赵秀莲捡的不是破烂儿。赵女士喜欢就好，要是不喜欢，我重新写。这字写的还挺好，不用，怪麻烦的。姐姐，顾叔是不是喜欢阿姨？你也看出来了，很明显。赵秀莲，你来干什么？陈建国，你又想闹什么？秀莲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嫌你赶海，不该嫌你身上有海腥味儿，更不该听王艳丽的话逼你离婚。房子我不要了，我把房子还给你。公司虽然没了，但我们可以重新来。你现在这么有本事，我们还可以一起。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？可我们过了这么多年，盛秋是我女儿。爸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对外说我是你女儿吗？盛楠。因为丢人。我妈凌晨3点去码头卸货的时候，你在喝酒；我妈摆摊卖鱼干替你还债的时候，你嫌她身上有味儿；我妈把月朝珠藏起来当念想的时候，你想伪造授权拿去救公司。你现在跪在这里，不是后悔伤害她，你只是后悔没早知道她值钱。赵秀兰，你就看在夫妻一场。陈先生，请自重。这是我和赵秀兰的事儿，你算什么？他是我的客人，而你连客人都不是。这。盛楠，咱们以后会越来越好吗？会，那就好。以后妈不捡委屈了，妈只捡海里的宝。给你。什么？不是求婚，我知道现在还早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记忆恢复了，但我还是想留在你身边。赵女士，明天退潮，我能不能陪你去赶海？姐姐，我也想去。赵老师，别乱叫，作者都印上了，还不认？就是些老经验，老经验也是本事。风大，吹眼睛了。赵师傅，这个能拿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还活着，能拿的拿，不能拿的放回去。谁捡到不就归谁？不能贪。海给你一口饭，你还他1分劲。王艳丽的直播账号彻底封了，她踩我妈的时候也没想过给我妈妈留路。建国水产没了，房子也被抵押处理。后来她离开了望海镇，我妈听完只说了一句话：潮退了。顾长海重新回到顾家船行，这一次他终于知道，岸边有人等，比一个人撑住整片海更重要。这半年，很多人的潮退了。顾家的清算结束了，顾长贵贵被逐出核心，藏在海面下的账也被一笔笔翻了出来。半年后，
东郊生态项目正式开放，曾经人人争抢的海，终于不再只用来捞钱。妈，今天开幕，不能穿隆重点，我最干净的一件。行，赶海服里的高定。这半年，很多人的潮退了，